还有多远？还有10几公里吧，不远了。那怎么不走了？油不够了。那边啊有个无人看护的补给点，我呀弄点油去。朱立新，哟，跟着老钱去看看前面情况。是。注意警戒。原地休息。别走远了啊！哎，这仗快打完了吧？就这儿，就埋在这儿。这地儿啊，不远也不近，平时很少有人上来，正好啊。那我洗把脸去。小心脚下。就这吧，就这吧，快点。老钱，有啥事儿？那是坦克吗？千山版本，美国鬼子的坦克。快点！这谁啊？这不捣乱的吗？肯定是小鹿捣的蛋，在哪儿呢？不是让他看着的吗？你快点吧，憋死了！尿都憋没了。什么情况？美国鬼子坦克，方位、数量啊，射弹中方向，数量没说。准备战斗！分发装备，拿着！来，你真的看到坦克了？美国的，好多。来，来拿着！共产党员站出来！是男人的都站出来！郑老元，郑老元，梅子他们还没回来。一人一支枪，都拿子弹，没有枪的拿手榴弹。啊！拿枪！
老白，怎么不说？你跟车走，没有人压阵不行。原路返回，速度要快，我们顶不了多久。我不能走。少废话，卢立新，快！不，自己烧子弹。所有人听着，能动弹的跟我走，到前面拐弯那个地方，把敌人堵住。防空团的都上车！防空团的都上车！快点！182班负责公路，是，其余的人警戒侧翼。空袭！部队是个炉子，你这浑身上下100多斤，甭管什么废铜烂铁，扔进去滚一圈再出来，那就得是块钢。
里头挡着，什么都看不清楚，不知道谁打谁，现在连个动静都没了。应该是打完了，也不知道谁赢了，地形不明，看不见，听不着。我要是敌人的话，就躲在林子后头，把公路封锁得死死，谁过去谁死。迎风山这个位置卡得太要命了，硬冲太危险，我建议绕过去。咱们已经绕了一宿的路了，再绕的话，恐怕会被堵在口袋里。50米原地警戒，其他所有人等候命令。高进、李长河，跟我走。是是。班长，这敌人咋绕到咱们后头来了？咋回事啊？小心没打错，一会儿万一打起来，跟紧了我，看着阵仗，这次敌人怕是不好砍。3排打佯攻，走正面，沿着路切过去。我带1排的2个班。我们从东面那条水沟底部摸过去，然后绕到树丛后面，重机枪留下支援3排，把全连的波波沙调给我，让2排守住入口，做全连的预备队。机炮排负责指挥所有的重机枪和迫击炮对3排进行火力支援。重机枪可以先打一练，进行一次火力侦察，然后补兵再上去。庙会失去突然性。20分钟后，3排会沿着公路两侧向树丛方向运动。如果敌人不开火，迫击炮和机枪就都不开火。等敌人开火之后，机炮排负责敲掉敌人的机枪。就这么办。马上出发。小心点啊！慢点。来往这边走。小心点。好，放下吧。身上有伤吗？后面有卫生员。没大事，就碰上点霹雳。这一宿过去就能结痂了，不会留疤。你们人都在这儿啊？
认识啊？谁？啊，算是吧。老兵，从四川过来的。平西人，警察系的。他其实可以不用来的。他不会这么想。他想回部队，想跟自己的连队死在一起。他应该在真正的战斗中，像个英雄一样牺牲。有区别吗？至少他会快乐些吧。在战场上，你没有权利选择生死，但至少我们可以选择死的方式吧。你以为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战斗的？都长得跟花骨朵似的。我爹是个铁匠，走乡串户，修修补补，赚的不多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关键是自由。华北事变，他被日本人抓到了矿上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他死了？应该是吧。是生是死，什么时候死的，怎么死的，埋在哪儿，都不知道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生在这样的时代，谁都没有自由，没有生的自由，也没有死的自由。他其实可以选择的。他已经选择了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队长，我怎么办？身上有伤吗？能走吗？那就跟着我走。站，向看齐，敬礼。
壮心巨大。怎么了？排长有点不对劲儿啊！从出发到现在，快2个点了，一句话没说过，口令也不下。带好队伍，注意隐蔽。是。走，快走，快走！隐蔽。你就跟着我，我走你就走，我停你就停，我蹲下你就蹲下。会用吗？老婆，有，给我把把波杀。是。抓好了，伙伴机就能射击。记住了，我朝哪儿射击，你就朝哪儿射击。我要不开枪，你也不许开枪。明白？明白。越怕鬼，越装鬼。前面是个火车站，不小啊。红梅这是日本人修的，有几个大老美，2塔楼一边一个，一挺机枪。天桥上还有俩，地面上估计还有一个。地儿挺大，我估计屋里边里还有人。走吧。至少1个班，一天点3轮机枪，他们应该刚刚占领这里不久，兵力应该不多。打不打？天快黑了。Hey! Who's there? George Patton, is that you? Help me! Help me. 明天早上6点半，有列满载的军列从这里通过，所以他们才会守在这儿。是24步兵师的特遣队，这列军列就是给他们送给养。特遣队是个啥编制？一个团还是一个营？他们将近有800人。加强营？他们的长官叫布莱尔，
军衔是中校，虽然只有800人，但实际配备了12辆坦克、8辆装甲车、4门自行火炮，还有18辆卡车。文工团白天遇到的，应该是他们的一个小分队。他们的任务是啥？沿公路快速推进，占领汉江以南所有的主要道路，封锁汉江主要渡口，建立防御工事。这是要包饺子。这并不是美军的惯用战术，应该是针对咱们专门制定的新策略。咱是以营连为单位，向敌后纵深进行穿插迂回。老美喜欢维持战线平整。现在这个特遣队，应该是带轮子的运动战。就是这个概念，以装甲化、机械化的小股部队单点突进，在我们的后方进行大纵深的穿插和迂回，破坏我们的撤离行军序列，在交通要道建立起坚固的支撑点，破坏我们的作战秩序以及建制完整，迟滞我们的行动速度，为主力部队的战略展开和歼灭行动提供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咱现在就是人家罐头里的肉。你那还有水吗？这边还有。你们带吃的了吗？我不饿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咱们在这儿吧。就是浑身使不上劲儿。亮子，哎，有，给他们弄点吃的。是。你什么意见？你左倾，你冒进！我告诉你，你别给我乱扣帽子！我没给你乱扣帽子。我们现在最紧要的是找一条最安全的撤离路线。这列专列是干什么用的？它是给敌人输送补给用的。我不管它是干什么用的。从这儿到南最少还有130里地。这是特遣队。对，就是这种特遣队，它不止一个。这些特遣队太扎手了。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们建立起补给线，他们就能建立起阵地。到时候咱走不了不说，只怕一个团、一个师，甚至一个军都会被跟着困在里头。看啥呀？找我说点啥？我支持指导员，我们只是一个连队。我们看到的只是整个战场上的一根头发，战略问题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。我们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全连的安全。我们接到的任务是撤离。二排长，你也说两句。干。2票对2票，老规矩，党支部会议表决。李排长，李排长、三班长也在呢，连长和指导员叫开会，党支部会议。好。为什么不干？炸翻他们一列火车，就算只能拖半天也划算。退1万步讲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这个仇不能不报。别说了，举手表决吧。通过了。赵和，
你的思想汇报啊，还得抓紧写。饿不饿？我现在不想说话。1年半以前，在南宁，一排长那个时候看我的眼神啊，和你今天差不多。说起来，我现在倒是挺理解他的。大苗不像我，他喜欢音乐，他平时自己会写谱子，配和弦。我离开文工团之前，他已经递交了转业申请。他想调到地方乐团工作，那才是适合他的地方。我要是不走的话，他的申请估计会批下来。可我这一走，文工团没了主官，他就赶鸭子上架了。你在自责？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知道自己做的选择到底对不对，或者说，你觉得对的，未必就是对；你觉得不对的，也未必就真不对。那你为什么离开文工团？行，不想说就别说啊。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。选择有吗？要是有选择的话，大苗就不会来这里，很多人就不用死在这儿了。你知道吗？我今天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死的不是我？你这么难为自己，什么都改变不了，蠢不蠢啊？蠢，当然蠢。要是不蠢的话，也不至于。算了，不说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觉得三万有点不对劲。正常，谁还没个七情六欲？我有点担心啊。别瞎操心了，人家党龄比咱俩加起来都长。他一向冷静，今天的事情刺激到他了。要是全连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牺牲了，我估摸咱也疯。风归风，事归事，一码归一码罢。人不是木头，那些丫头，风一吹都能渗出水来的。我都恨得牙根痒痒，何况三姑娘呢？那你就跟着她一起疯。我没有疯，我只是有些麻木。痛到极致，就是麻木。我知道你埋怨我没有支持你，其实我知道这么干不好，风险也很大。可我就是想干，我想把他们一个一个脑浆子都干出来。我憋了一肚子的火，不知道该向谁发。我想打人，我想骂人，我想杀人。情绪就是这样，该宣泄的时候就要宣泄，憋得久了，好人也会被憋出毛病。有时候啊，疯一疯，吼一吼，没什么坏处。我只是想疯一疯，不是真的疯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太适合做出决定。我做的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换了以前，我一句话都不会多说。可现在不同了。从我决定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的命
和你们的命拴在一起了。可他们的命都没了，所以你得坚强起来。你要恢复冷静。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，走了那么远的路，你比我更记得回家的路。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到现在为止才开始有一点理解，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把这支队伍当回不去了，再也回不去了。他们都回不去了。我从未如此喜悦，沉浸于甜蜜的安宁。飞蛾在黑暗中起舞，却又翩然扑向光明。我从未如此彷徨，徘徊于忐忑的爱情。黄鹂在树梢头歌唱，期待着雄鹰的聆听。我愿栖息在你宽阔的羽翼下，回味岁月的宁静。我愿投身在你熊熊的烈焰里，融化酷寒的坚冰。跨越生死的记忆，只留下你的姓名。穿越战火的足迹，请带上我，携手前行。大苗说，文工团里很多人都知道他喜欢老白，小黄鹂不会隐藏，从来不会。老白他知道吗？这首诗是他写了用来表白的，信写好了，他把它放在口袋里，应该是在等适当的时候，偷偷地塞给他的教导员。所以就折成了纸鹤。这不是纸鹤，是鸿雁。来，亮子给你的，他也给你了。怎么样？不错。你不尝尝吗？不错。嗯。昨天太累了，很舒服。走吧。
整队出发。他们加岗了，公路上有宪兵、机枪店、暗哨，还有铁壳子，线儿都绷着呢。估计不干一家伙咱过不去。美军还是南军？美军。铁盒咋不动呢？美军专列备炸，应该是没油了。公路巡查很紧，火力搭配很密集，白天肯定过不去了。要想穿越公路，只能等晚上了。美军的速度很快，后续部队正在昼夜跟进。昨天碰见的只是一个特遣队，现在在这个区域活动的，很有可能是整个第24步兵师。明天南军也会跟上来，他们有足够的兵力，把这里像篦子一样搜一个遍，连老鼠都逃不掉。要等到晚上，我们得在这儿整整待一个下午，太危险了。越靠近交通线越危险，越靠近难走的山区越安全。只要穿越这条公路，我们就离江边不到60里地，一个晚上最多能插。我们在美国人的鼻子底下，很容易被闻见味儿。现在，我们需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到落脚点。等到天黑，再返回来。往东南方向走10几里路，有一个老地方可以再用一下。那个地方敌人也知道，知道不代表进得去。4个轮子在那儿不灵光，得靠2条腿走过去。
村子里有人。连长，我带些人下去看一下情况。100负责警戒，让200去。3万东朝监狱，执行命令。去。是。解除警戒。哎，谁？사지 마요. 사지 마요. 걱정 마세요, 어머니. 집에 아무도 없어요. 남인 갔어요. 아들도 갔어요. 他说啥呢？他说他家里没有男人了，他男人走了，去军队了，他儿子也走了，也去军队了。村子里已经没有男人了。 갔어요. 괜찮아요. 일어나세요, 어머니. 저희는 아무도 데려가지 않을 거예요. 걱정 마세요. 없어요. 원래 상과 김씨는 들릴 수 있어요. 그러나 거기는 없어요. 장영한 사람이 없어요. 걱정 마세요.哎，这样太危险了，他们见过我们。如果美军搜索这个区域，他们会暴露我们的行踪。好好干你的活，用心点。真笨！你用力的时候，胳膊要放松。劈柴劈柴是劈成块儿，不是砸成沫子。差不多得了。 我是战车兵，又没学过砍柴，说的挺简单的。来，你来。你呀，就是思想改造不彻底。放着，我来。来，给我挑块大的。挑块大的是吧？我给你挑块大的。嗯。起开！ 同志们，加把劲啊！哎，高处一共布置了4个暗哨，来小心点啊！算上木头一共5个，但咱半夜就撤了，用不着这么密实吧？密实点好。走的夜路多，越来越怕鬼。老没脑子活，打起仗来可比鬼子机灵多了，稍微有个空就能钻过来。人家火力又猛，枪一响，炮弹就能飞过来。咱也不差。 现在不像过江那会儿，大家都蒙着，打糊涂仗。那个时候咱还能占点便宜。现在可不能指望着老美再犯轻敌的老毛病了。
咱就干吧，当面锣对面鼓，就不信干不过他们。干什么干啊？你们俩听好了啊，这些暗哨是全连的眼睛，是最后一道保险索，千万不能马虎，听见没有？咱一排都是老兵，你放心。还剩多少铁丝网？命令，把村子周围给我围一圈，多设点半雷。去吧。是。抗大还教这个？陕北高原上面没有煤，也没有汽油，家家烧火做饭都得靠柴火。这些活计只要不行军作战，人人都得会做，不光我会，八爹也会。原先听说你们官兵一致，我还以为只是穿衣服一样的。不稀奇，八爹不光会劈柴，种地也是一把好手。伺候庄稼、种瓜、种菜，拿起来就干，干得比谁都好。边区有一年搞种菜比赛，他还拿过第2名呢。第2名，第1名谁啊？周总司令。谁？同志们，加把劲儿啊！哎。谁呀你？哎呦，咋的了？网子呢？扔了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不是那玩意儿死着，不是铁峰，人老没用撤了，咱们扛着翻山越岭又不方便，我扔了。谁让你扔的？谁让你扔的？连长让扔的。出发的时候，连长说多清楚啊！人说轻装上阵，轻装上阵，粮食都只带几天的份儿。不是我带铁蒺藜干啥呀？咋的了？你急的呢？你咋不把那宝贝罐头给我轻装了呢？别老拿我罐头开玩笑。多大点事儿啊？是不是连长又要了？这事儿你先别慌啊。不是，咱们排不是没带吗？人3排带了，啊。滚！还。哎，小心点，别扎着。死沉死沉的。排长，这一排长纯粹欺负人啊！他凭什么给咱下命令？他也是排长，你也是排长。他一句话，咱们就颠颠的上赶着，又出东西又出力，连个客气话都没有。你瞅臭鲶鱼那个臭德行，哎，要不是他们一般把东西扔了，哪有今天这出？弄得他反倒像是立了头等功似的。东西都搬来了？没呢，还有一批。全都搬过来，外布置2道，中间挖条沟。就带几个钟点，至于吗？咱们费了那么大劲把他们拉过来，让一班自己去扛。眼见天就要黑了，咱们现在不是安全地带，多一道防线就多一道保险，快点。那次啊，我都以为我挺不过去了，当时伤得不重，就是怕发炎。后来啊，我们排长看了看我，让瞎子给我找药，找一种叫磺胺的，就是一种消炎药。你们排长原先是我们队长？不是，哎呀，我记岔劈了。我们那排长不是现在的排长，我们那排长啊，这当时受伤了，所以3文姐才当了我们的排长。是3排长？对，就是现在的3排长。哎，别说啊，你俩还挺像的。他是那边的人，
你俩都会说洋文，都那么洋气。当汉奸的人才会说洋文。我不准你那么说我们排长。我们排长才不是汉奸呢，我们排长是战斗英雄，他干倒过3辆坦克呢，怎么就成汉奸了？又没人逼你说。我，不是，这。你别在意，他是冲我，不是冲你，更不是冲你们排长。当时我们晚上睡不着，我们又是一群胆大包天的孩子，大晚上趁着老师们都睡了，就翻墙头爬出去，沿着山路疯跑，一直跑到杨家岭上头去玩。陕北没有电灯，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黑漆漆的，只有杨家岭上彻夜亮着灯。没人管你们？有啊，保育院的老师们对我们都很好，只不过晚上累了，睡得实，我们就跑出去了。我年纪最大，兰兰比我小1岁。哼，这2个小姑娘。兰兰可不是小姑娘，她是男孩子。你别打岔，我没说完呢。你说。我们夜里跑出去，跑到杨家岭上去疯跑、捉迷藏，烤白天藏起来的苞米，那可是杨家岭。警卫团的暗哨其实早就发现我们了，但不是敌情，就没有管。后来是中央管理处的人接到电话，才把我们抓回去。挨训啊？才没有。后来我们去了书记处的会议室吃烤红薯，直到保育院的凌院长亲自过来接我们。其实，我们排长真跟你挺像的，他会吹口琴，你会吹喇叭。那不是喇叭，那是小号。小号？这是小号啊！这吹起来比喇叭好听多了吧？你看啊，这个是号嘴儿，这个是号管，这个是调音器，这个小号呢，它有很多种音调。像我现在吹的这个是降 B， 如果我要跟钢琴一起合作的话，那我就要升2个大调。回去以后你能教我吗？可以啊，但是小号吧，它学起来没那么容易。你首先得练气，然后呢，我教你认谱子。回头呀，我再教你几句英语单词。啊，行。我们还能回去吗？回得去，当然回得去了。我以后得让我们排长叫我杨文，你得叫我小号。哦。你说你爷爷中了秀才，然后呢？不是秀才啊，是光绪30年，甲辰科进士。过了1年以后啊，朝廷废了科举，他们那一科是最后一科，真正实受任官的只有那么少数几个人，都是西学学得好的。我爷爷在北京待了2年，对时局彻底失了望，就回了四川。当时有些人在成都发起了游学预备学堂事务，他也报了名，但是他并不是为了出国游学，只是为了看看西学到底是什么样的精深学问。后来呢？乱世求学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？咽不下这口气罢了。我爷爷在学堂学了几年，西学没弄明白，倒是因为他的国学底子厚，被学堂看中，当起了教书先生。直到保路运动爆发，
他跟他的同学、同事都上了街，参加了保路同志会，被赵尔丰的兵用枪把把锁骨都打断了，到现在肩膀上还有个坑呢。那算起来，也是老革命了。他对革命2个字是深恶痛绝的。我父亲当年要离家到广东考军校，被他关进祠堂里面抽了20大鞭，之后给我父亲定了门亲事，就是我母亲。当时就是在我父亲的婚宴上，当众立了家训，成家之后不得踏出家门半步，除非生个1儿半女，否则不会让他走的。你父亲离开后去了哪里啊？先是上海，报考了无线电学校，后来就有好多警察来家里面找人。我和我娘才知道我父亲他出了事儿。我7岁那年，他突然捎了一封信回来，说是和一个姓李的先生去了东北，他死在了老爷岭。日本人砍掉了他的头。46年，我去过牡丹江，曾经去找过他的坟，可惜无论我怎么找都没能找到。所以高考后我报名参军。我爷爷虽然心里不愿意，嘴上终归没说什么。怎么了？接着说。这什么呀？伞兵，就是伞兵。之前俘虏那个算吗？那个是飞行员，属于空军。美军的伞兵属于陆军序列。确实是陆军，郭汉江之前发的册子上写着呢。美军的伞兵又称空降兵，其实就是用飞机投送的步兵，以连为基本建制。一架 C-47运输机可以运输一个排，3架运输一个连，向指定地点投送一个团的作战需要30架飞机。那刚才飞过去的，是送伞兵的飞机吗？应该是。有多少架？从声音上判断，应该是1到3架。能干什么呢？一个排，不是，最多一个连，还坐飞机来，想干啥？战略层面的空降作战，投送兵力至少是一个团，但投送的地点应该是我军的后方，交通要道。投送应该是一个排，或者是一个连，而且是交战的区域，但只有一个可能：特种作战。特种作战就是以小队的方式对目标进行干扰和攻击，属于战术层面的空降作战，有点像游击战啊。这老美是想学咱们。我想明白了，估计是咱们今天早上伏击了运输补给的军力，敌人觉得这个区域不安全，猜测有咱们的小部队在这边前区活动，就把这个伞兵派来了。小狗，集合1排，搜山。是，全体集合。我觉得黑着天未必能找到人。能不能找到，找了才知道。连也好，排也罢，总不能放着不管让人打过来。就算是真有，那不管是一个连还是一个排，那得多少人？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，谁知道飘到哪儿？总不能说一个排捆在一起往下跳吧？你懂啥？醒醒，排长，嘘，快点，把大家叫醒。出啥事儿啊？快！起来，集合了，起来！醒，起来，集合，快！集合！起来了，快醒，快起来！集合！哎，班长，又出啥事啊？废什么话！排长命令，2排集合，快！集合了，快！排长，快从村子后面撤出！是。不要走门，走这边。走。快！以战斗小组为单位，迅速撤离村子，注意阵型，不要掉队，不要密集。
连长，人齐了。警戒哨报告情况了吗？派人去问了，还没回来。还没回来？我去看看。大哥，不走！快走，速度快，走，快！辽阔的城，起潮战迎风，青春似火，热血歌声，纵横沙场的旋律，那是凯旋的冲锋。排长，我带人进去搜一下。你熟悉地形吗？手榴弹，搬上搬来。是大头！停止射击！200米大警戒，清点伤亡人数。排长，枪声停了。8班向2翼放出警戒哨，7班9班准备射击。机枪和掷弹头设置在那里。是。大成，什么情况？排长，这台儿报告伤亡，1班4个，3死1伤，2班7个，4死3伤，3班4个，2死2伤。大坤子，大坤子咋了？没了。赵和刚才就建议立刻撤出村子，转移。转移个屁！大成，听我的，咱们从这儿撤出去。5分钟不到，连个人毛都没看着，就伤亡了16个人。2排、3排部署阵地，1排能动换的跟我走，老子倒要见识见识，这个反兵到底是长了3只眼睛还是6只手？走！到底什么病？中了没有？命还真大。啥意思？擦破9块皮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这不是你的血。站住！你要去哪儿？找连长跟天放。你去找2排长，看看2排的情况。我是1排的兵，那你就不是4连的兵吗？行，我服从命令。
告诉赵和，不要擅自行动，听候命令。不管发现啥，都留点神，别轻易举动。回去给我！石头，石头，背他回去。是。走。这伙子老美有点邪乎，大家一定要倍加小心。是一班长。谁都不许开枪。是莫辛纳甘，咱们的人。3排交上火了。追着赵鑫！去找人去看看一班长。其他的人，跟我进去看看。给我一支波波沙。走。鞍山台城，班长，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呢？我也没事。娘的，这帮鬼子邪了门了。
看出啥来了？怎么样？没中枪吧？中了，吓死我了。可惜了，应该还能治。军衔最高的是个中士，看着人好像不太多呀。也可能是还没完成全建制集结。齐班长，按照原先的命令，封锁树林边缘，任何对不上口令的都可以开枪射击。是。其他的人，跟我进去看看，注意四周，跟紧我。凡是我脚没有踩过的地方，尽量不要去碰。参谋长，我和指导员汇报一下情况。顺子，活着吭一声。他受伤了。隐蔽。口令。鞍山。海城。三排在树林边缘布置了阵地，他们从侧翼进攻，被打了回来，打了4个，伤了1个。他们往哪边撤了？他们有迫击炮，按照正常来说，不应该背着弹药箱到处乱跑，埋藏弹药的地方不应该超过300米。卫生员，处理伤口。好，坚持住。来个人帮忙。姚润莲，哟，清理伤口。好，陆立新，过来。按着他的手，按着他的手。人渣，没大事，你这个就是稍微大一点的口子，只要扛过了发烧和感染这一关，不出1个月，我保证你活蹦乱跳的。卫生员，有，快过来！来2个人。袁平，你给我过来。陪他说说话吧，让他睡得舒服点。失血过多，血压太低了，现在没处给他输